东定海卫世袭百户沈燕，连同卫所20余户军户将户，以通倭资敌罪流放外洋。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我穿越了，刚穿过来就被流放，这天崩开局啊！哟，这不是沈燕吗？被流放的滋味怎么样啊？张彪，原来是我手下的兵，现在看我落魄，第一个跳出来踩。风向变了，东南转东北，横浪要打右前了，抓紧！哼，你少在这装神弄！抓住绳子，都抓住绳子！别站着，全趴下，重心压地。水，我的水！现在知道齐了。船头卡死了，多一卡死，船头就只能直挺挺的拿侧面去挨浪。再来一记横浪，整条船就翻给你看。那可怎么办？先把卡舵的烂解开，让舵能动。舵一活，就把船头打偏，让它顺着浪头走，别再用侧面硬顶。别听他的，他一个文绉绉的百户，懂个屁的行船！都给老子守着剩下的水粮，别乱动！到这个时候，你想的还是那几桶水。船往左倒，右舷却对着这一堆死沉的水粮，得把这堆重东西从高处挪到当中，把左右压平，船才能平衡。老周，带2个人跟我去船尾解拦桨队，其余的人全给我从挪到船当中翻过去压住，快！照沈师傅说的做，解拦的跟我来。割断他！张舵，跟我一起压，往左打满，让船头偏过去。张总旗，刚才那一下，差点全船给你陪葬。我也是为了大伙。沈百户好本事，临危不乱，力挽狂澜，林某佩服。只是方才张总旗看管水粮条手段，本意却是为了全船存续。尊卑有序，各司其职，原也是正理。倒是沈百虎振臂一呼，人人争先。往后这船上的事，是听沈百虎的，还是听规矩的呢？林边相，你说的规矩，是让一个人攥着所有人的活路，对吗？尊卑长幼，自古如此。那我问你，刚才那要命的关头，靠尊卑、靠规矩扶得正这艘船吗？扶正这艘船的，不是哪一个人的规矩，是你们所有人一起动的手。从今天起，这船上只有一条规矩，想活就一起动手，谁也别想攥着大伙的命，给自己当人上人。沈百户说的是林某迂腐了。明里是张彪夺权，暗里是林文轩借刀，这2个人往后有的是麻烦。老周，清点水粮，按人头分，孩子老人先喝。哎，沈先生，您刚才怎么知道风要变，船要翻的？您是不是会看天？旗子反了，风就变了。船一直侧着压不回来，就是要翻的征兆。这些都是能学会的，往后我教你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连口水都没有！水，咱们的水还剩多少？方才台风泼了大，剩下的这点儿，全船人撑不过2天。火山米制的土，这种岛地表越是干，地下。总旗，这破岛连滴水都没有，再等下去咱们都得渴死在这儿。慌什么？要我说，这点水得先让咱们老兄弟喝，那帮流民凭什么跟咱们抢？沈先生，您从下船就一直盯着那座山看，那山有什么名堂吗？你看这土，黑里带灰，一碾就碎，还带着细孔，这是火山喷出来的灰，积了千百年铺成的岛。火山早就熄了，别怕。可正因为是火山岛，这地底下80%有水。这地底下真有水！火山岛的石头是多孔的，雨水落下来渗进地里，会顺着岩井往低处汇。尤其是山脚和滩涂交界这一带，地势低，最容易存住水。呸！沈百户，你当这是变戏法呢？地上一滴水都没有，你张张嘴，地下就有水了？
我看你是可糊涂了，拿这种鬼话哄大伙儿。信不信，不靠嘴。老周，去把船上的铁锹、断桨，还有空木桶都搬下来。小石头，你腿快，绕着这片山脚跑一圈，看见哪片地的草，哪怕是粗草，只要比别处绿一点点，立刻来报。草越密的地方，底下水越足，是不是？装模作样。沈先生，找着了，那边一片洼地，长着一圈芦苇似的草，比别处都密都青。泥是湿的，芦苇这种草根要扎到水边才活得了。它长在这儿，底下就是水脉，就这儿挖，挖吧挖吧，挖出水来，我王头把这铁锹吞了。再下去半尺。出水了！出水了！王头，沈先生说你要把铁锹吞了。慢着，这水带着泥沙杂质，直接喝要闹肚子的。这么多人，要是喝出毛病，比没水更要命。哟，挖出水来还不让喝？沈百户，你这是怕大伙抢你的功劳吧？老周，把空木桶找4只来，桶底凿几个小孔，再去滩套上取些粗沙细沙，从火堆里扒些没烧透的木炭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一个能把脏水滤干净的物件，最上面铺粗沙，挡住大的泥块，底下铺细沙，滤掉细的泥沙，再下面是木炭，这东西最要紧，能吸住水里的浊气和杂味。最下面垫一层卵石，托住上面，让水能匀匀地淌下去。清的，甜的，先生，你是活菩萨。不是菩萨，是这岛本来就有水，是大伙儿自己挖出来、滤出来的。地里挖水，浊水变清。此人若再这么得人心下去，这岛上还有谁记得尊卑？王头那蠢货成事不足，不过一汪泉水倒是可以做做文章。站住！打水可以，先排队登记。登记什么？规矩，从今天起，这泉水分3等，军户老爷们先打，打足量；将户次之，你们这些流民。这水不是大伙儿一起挖的吗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罪民，我是军户，你也配跟军户老爷比？尊卑有序，懂不懂？这是有学问的人定下的规矩。怎么回事？沈百户，我这是在立规矩。这水金贵，总得分个先后尊卑。军户在前，流民在后，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。我问你，这泉眼是谁挖的？昨天挖这口泉的，有军户，有将户，也有流民。王老汉这把年纪，跟着一起挖了半天，手上的血泡还没消。连我也是一抄一抄挖下去的。滤水的桶、沙、炭是大伙一起搬来的，这水是全岛人一起从地里刨出来的。凭什么到了你王头嘴里，就成了军户老爷的私产？我也是为了谁？为了你能守着这泉眼，作威作福，多吃多占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这岛上的水，地里挖出来的，海里捞上来的，地上长出来的，但凡是大伙一起出力得来的东西，就是全岛的公产，不是哪个军户的，也不是哪个氏族的。那怎么分？总不能不分尊卑，乱成一锅粥。分，但不是按你那套尊卑来分。从今天起，苍魔岛第1条规矩：按劳分配，不问出身。谁出了力，谁就该有一份。出力多的多得，老人孩子干不动重活的，全岛一起养着。管你是军户、将户还是流民，在这口泉跟前没有贵贱。先生，我们流民也算个人了。在这岛上，你不是流民，你是凿出这口泉的人。林先生，今天那事儿，我也是按您的意思办的，谁知道那沈燕当众落我的脸，蠢！守泉口分尊卑是最蠢的办法。水是众人挖的，你去抢着分，自然落人口实。那依您看，水它能从地里挖出来，可粮食呢？这岛上又不长稻子，等粮一断，我看他这不问出身的规矩，
还撑不撑得住？沈先生，不好了，粮食台风里也泡坏了不少，剩下的省着吃，全岛人最多撑5、6天。诸位，水的事儿沈百户解了，林某也佩服。可眼下，粮食才是真要命的。这点活命粮，李相先给有用的人，士族、军户，是将来重建家业的根本。林先生说的也在理，粮就这么点儿。水的事是王头出面，这一次他亲自上了。断流民的粮，好一招借刀，借的是所有人怕死的心。沈先生，昨夜林文阳那番话，人心都散了一半，粮食真就剩这么点了。您到底有没有法子？法子在那儿，海里。沈先生，咱们没有船，也没有渔网，这茫茫大海怎么捞？捞鱼不一定要下水。你看这片滩涂，现在是退潮，海水退到了那么远，可再过几个时辰，潮水会重新涨上来，淹没这整片滩涂。这是自然的事儿，谁不知道？知道的人多，可懂得用它的人很少。潮水涨上来的时候，会带着成群的鱼虾涌进这片浅滩觅食，等潮一退，水跟着退回海里。可如果我们事先在这儿用竹木石块扎一道半圈的矮墙，留个小口，涨潮时鱼随着水进来，从这个口游进圈里，退潮时水从墙缝里漏走，鱼却被矮墙拦住，游不出去，全搁在滩上，任我们去捡。这是说不用下海，不用撒网，潮水自己就把鱼给咱们送上来了。沈先生这法子太妙了，让大海给咱们当渔夫。哼，扎堵破墙就能捉鱼，我看他是把咱们当傻子耍。张总兵，沉住气。林先生，您不是说断了他们的粮就能让他下不来台吗？这下倒好，他要带着大伙去滩上抓鱼了。捉鱼，他这法子听着玄乎，成不成谁也说不准。可一旦成了，他就坐稳了这岛上的头把交椅，你我往后就再无翻身之日。那怎么办？他不是要扎一道拦鱼的矮墙吗？墙是死的，人心是活的。你手底下那几个老兄弟去帮忙扎墙，扎得松一点，缝留得大一点，潮水一来，鱼自然就溜了。到时候全岛人眼睁睁看着一场空，看他沈燕还怎么收场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带人去帮忙。林文轩又开始了。扎好了，扎好了，我们这段最结实。张总旗，你这段缝太大了，能拦住墙就行，留点缝怎么了？水又不是鱼，水从缝里漏，鱼难道还从缝里钻出去不成？鱼当然会从缝里钻出去，而且退潮时水流最急，鱼会拼命顺着水流往外冲。缝流这么大，潮一退，鱼全顺着缝跑光了，到时候满滩空空，一条鱼都剩不下。你血口喷人！我这是好心帮忙。沈排长，张总几一片好心跟着出力，何必指责？再说，这扎墙抓鱼本就是闻所未闻的奇谈，逢大逢小又有何妨？莫不是沈百上自己心里也没底，急着找个理由，好为日后抓不到鱼先寻个推脱？是啊，这法子谁也没见过，万一真找不到呢？他想把水搅浑，让所有人怀疑这法子本身，跟他争嘴没用，要破他，只能让结果说话。行不行？不靠嘴说。这段墙我重新扎，竹竿要深插进沙里3尺，扎牢，竹与竹之间再用细竹条横向编紧，密到连小鱼都钻不过去。今天潮水什么时辰涨，什么时辰退，我都算好了。墙扎好，就等退潮。到时候这滩上有没有鱼，大伙儿自己看。沈先生，水都涨上来盖住墙了，鱼真会进来吗？会。涨潮带时，鱼群正贪吃着，顺水游进了圈里。他们现在还不知道，等潮一退，这片浅滩就是他们出不去的笼子。算好了潮水又如何？张彪那几段墙，我可没让他全改回去。他以为我只改了争执的那一段，扎墙时
我把每一段都查过、补过了。鱼，是鱼啊！满滩都是鱼，有鱼了，有救了，全岛人都饿不死了！啊，不可能！张彪明明……我那段怎么会？这满滩的鱼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大伙儿一起扎墙，一起守着潮水，自己挣来的。有人说，这点活命的粮该先紧着有用的人。可昨天那点快见底的存粮，攥在少数人手里，只会越分越少，最后谁都活不成。今天这片海，是全岛人一起动手，才让他吐出了这么多鱼。把东西抓在少数人手里，只会越抓越少。让所有人一起参与，一起创造，才会越做越多，多到吃不完。邪门了！一群嘴求流放犯扎到破墙，潮水一退，竟捞起这么多鱼。这事儿透着古怪。少主前些日子还说，这片海域要新辟一条走私的暗线，让我盯着附近有没有异动。这苍苗岛上的动静非同小可，得赶紧回去禀报少主。沈先生，这么大喜的日子，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老周，今天捞鱼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岛北的那片郊域石林里，好像有人在看我们？岛北，少爷，您是说这岛上除了咱们还有别人？一座能住人有淡水的岛，不可能千百年来一直空着。我们能飘到这儿，别人也能。有人偷鱼，来人啊！去，反了天了，敢来我们地盘上偷东西！跑了，是从岛北那片焦山林来的几个黑影，手里还拿着鱼叉。果然是您说的，这岛上还有别人。拿鱼叉，会水，住在礁石林，靠海吃海，这是蛋民。管他什么蛋民，抢了咱们的东西就该追上去打回来。打回来？人家是这岛千百年的主人，我们才是后来的。为几条鱼，跟地头蛇结死仇，值吗？先生，那依您看，这事儿怎么了？他们来偷，说明一件事，他们也缺吃的。与其结仇，不如示好。今天这一网鱼，我们一时也吃不完，挑一批好的，给蛋民送过去。送过去？他们偷咱们的，咱们还倒贴？沈百户，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！一筐鱼换岛上少一伙仇人，多一伙邻居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。沈先生说的是，高见高见，送鱼这事儿交给小的就行，小的管着伙房，挑鱼、装筐、送货，门儿清。你是？这是钱老三，林文轩林先生的家仆，流放后管着伙房物资。行，挑好的送。您放心，小的一定挑最好的。好鱼，给那帮泥腿子！呸！烂鱼送过去，那帮蛋民准得闹翻天，到时候两边闹起来，林先生才高兴呢。钱老三这是干什么？好鱼往自己身后藏，烂鱼往送人的筐里装。沈先生，不好了！钱老三那边有古怪，他把好鱼藏自己身后，专挑烂的、臭的往送蛋民的筐里装。走，去看看。沈先生，鱼都装好了，这就给蛋民送去。不急，让我看看你挑的好鱼。好鱼藏在身后，臭鱼送给蛋民，这就是你说的挑最好的。沈先生饶命，小的一时糊涂，想留几条好的给大伙儿加餐。给大伙儿加餐？那我问你，把臭鱼送去蛋民那儿，他们吃了会怎样？会闹肚子，会觉得咱们故意拿烂鱼糊弄他们。说得对，本是送鱼示好化干戈为智薄的事，可这一筐臭鱼送过去，蛋民只会以为我们在挑衅，在欺负他们，到时候两边非打起来不可。今天这事儿
给大伙儿提了个醒，蛋民也好，我们流放来的也好，往后要在这一座岛上讨生活，就是邻居。从今天起，苍毛岛第2条规矩，无论蛋民、流民、军户、将户，一视同仁，不分彼此。谁敢故意挑起两族争斗、煽动仇杀，重罚不饶！你私藏公产，又险些挑起祸端，罚你10日苦工，扣你这月口粮分利。伙房物资从今天起换人管。谢沈先生不杀之恩，谢沈先生。老周，这筐你亲自带人送去岛北，放在礁石岭口，人退远些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恶意。哎，我这就去。鱼是越捞越多了，可这是好事，也是难事。先生，捞得多还不好。你看，鲜鱼放不过2天就臭了，钱老三那筐臭鱼，就是堆着没处理，烂的。捞得再多，烂掉了，等于白捞。可要是能让鱼放上10天半月，甚至1年都不坏，那今天吃不完的就能存起来，留着以后吃，留着跟蛋民换东西。鱼还能放1年不坏？沈先生有法子？有2个法子，一起用。第一，去内脏，剖开摊平，挂在风口，太阳底下晾。海岛海风大，日头足，鱼里的水被风和太阳抽干了，没了水就不容易坏。第二，晾之前先用盐把鱼里里外外抹透，腌上。盐这东西能把鱼肉里的水逼出来，还能杀住让鱼发臭的腐气。腌透了，再封进坛子里，隔绝外面的潮气和虫蝇。这样做出来的鱼干、咸鱼，放上1年半载，照样能吃。剖开晾干，抹盐封坛。先生，这法子听着简单，可咱们谁也没想到啊！先生，您看这鱼干硬实干香，一点都不腥不臭，放了好几天，跟新的一样。很好，有了这干货，往后就算再来一场台风，断了捕鱼的日子，咱们也饿不着了。干货能放，能换，往后跟蛋民打交道，这就是我们最好的本钱。什么人？站住！来人啊！偷干货了！又是那帮人，背着好几袋货物往那边跑了。我们送鱼给他们好吃好喝，他们竟然又来，养了这群白眼狼！弟兄们，跟我去岛北焦山林，把那帮忘恩负义的东西连窝端了！陈百户，让开！这帮蛋民欺人太甚，今天不杀去岛北，咱们脸往哪搁？张彪，去岛北，然后呢？然后出了这口恶气。蛋民世代住在这岛上，熟悉每一处礁石，每一道暗流。你带着一群连水性都不会的人，摸黑冲进人家的地盘，是去报仇还是去送死？那就这么算了，任他们一次次来偷。不算了，但不是去拼命，是抓一个。抓一个？先生，他们来去如风，黑灯瞎火怎么抓？他们偷了2回，还会来第3回。等他们再来，我有法子让他们一个也跑不掉。沈先生，您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做一道眼睛，替我们守夜。你看，这根绳贴着地面，藏在草里，人走夜路看不见。绳的另一头连着这个，只要有人一绊到绳，这串响器就会响起来，全营役都听得见。这样不管多轻手轻脚，一绊绳就露馅了。光响还不够，还得让他跑不了。窗户是他们进出的路，窗下这道坑铺上松沙，盖上草，踩上去就陷脚。人一陷，慌起来想翻窗逃，就会扯到这根绳。网一落，人就罩在里头。半绳铃铛响，陷坑缠脚，落网兜人。先生，这一环扣一环，跟捕鱼一个道理啊！万无一理，捕鱼是诱他进来，断他退路。抓人也一样。您笃定他们今晚会来？他们偷的顺手，又不知道我们识破了，贪心
会让人放松警惕。有埋伏！抓住了，网住一个！哟，逮着个活的，还是个不知死活的硬骨头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让我求饶，做梦！好你个东西，我先卸了你一条胳膊！住手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要杀便杀，问这些做什么？带头来偷的是你，身手最好的也是你，能让一群人听你的，你在蛋民里不是个小角色。我叫阿虎，蛋民的事儿轮不到你们这些岸上人管。走了。你疯了，竟然把他放了！不是放，是让他能坐直了说话。阿虎，我问你，你们蛋民世代以海为家，并不是缺吃少吃的命，为什么宁可冒着风险，也要来拿我们的鱼？今年的鱼汛晚了，族里的老人孩子已经饿了半个多月。你们这些岸上来的，下了那么大的网，把鱼都圈走了。我们的人出海捞不上几条鱼，我是没办法，才带人来借点吃的。原来如此。哼，你们岸上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当年我爹……你爹怎么了？我爹是蛋民的老首领，3年前被一伙海匪杀了。那帮海匪就是岸上来的，所以我们蛋民信不过任何岸上人。海匪杀了你爹，这笔仇该记在海匪头上，可你为什么要把所有岸上人都当成仇人？老周，去库房搬2筐干货来。这2筐干货你带回去，给族里的老人孩子。他偷我们的，你不杀他也就罢了，还倒贴2筐干货，你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弟兄们能服吗？张总提，你想杀阿虎，想跟蛋民开战，无非是想立你的威。可杀一个阿虎，蛋民全族就跟我们结下死仇，往后没完没了的互相残杀，到头来2边都死人，便宜的是谁？是那些盼着我们内斗的人。阿虎，你听好，我们捞鱼断了你们的生路，是我们没想周全。这2筐干货是赔礼，也是我沈燕的一句话：这岛上的海不该是哪一族独占的。蛋民属水性，我们有技法，不如合作。你带这话回去，告诉你们的首领，苍茫岛的人想跟蛋民做邻居，不想做仇人。这2筐我记下了。阿虎，你不是被岸上人抓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还带着这么多吃的？姐，我被他们用机关抓住了。然后呢？本以为死定了，可那个领头的叫沈燕的，他没杀我，给我松了绑，还送了这2筐干货，让我带回来给族里的老人孩子。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？上人交诈，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姐，我跟他面对面待了半烟，他说断了咱们生路是他们的不对，那2筐是赔礼。他还说蛋民属水性，他们有技法，他想跟咱们做邻居，不想做仇人。做邻居？阿虎，你忘了爹是怎么死的？我没忘，可姐，杀爹的是海匪，不是他。那个沈燕跟我见过的所有岸上人都不一样。不好了，蛋民，岛北的蛋民来了一大群，把营地围住了。弟兄们，抄家伙！诸位看到了吗？送鱼赠粮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人家带着刀叉围上门来了，跟外人讲仁义，就是与虎谋皮，畏威而不怀德，说的就是他们。此刻不先下手，把他们打出去，今日就是我们的死期。石白虎，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。你是丹民的首领，你就是那个放了我弟弟，还送干货的沈燕。是我。我倒要当面看看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天底下没有白送的鱼，你对一个偷你东西的人这么好，
图什么？图什么？我不瞒你，我图你们丹民熟悉这片海的每一道暗流，每一处鱼群。我也图，往后这座岛上能少一伙仇人，多一群帮手。帮手？我们丹民凭什么帮你们这些岸上来的罪囚？您听听，我都说了，这是浪费时间。我是想给你们指出一条不用再辛苦的路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弟弟阿虎告诉我，今年鱼汛晚了，你们族里饿了半个多月。你们丹民世代捕鱼，可捕鱼这件事儿是靠天吃饭，鱼汛来了撑死，鱼汛不来饿死。海上风浪一大，连船都出不去，对不对？那又如何？我们丹民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。阿朱，别听这岸下人花言巧语，我们丹民靠海吃海，世代如此，哪用得着外人来教我们怎么活？我看他就是想骗我们丹民给他卖命，岸上人没一个安好心。我问您一句，靠天捕鱼能让你们族里再不挨饿吗？这是天意，饿也是命。饿肚子不是命，是因为没人告诉你们，鱼不光能捞，还能养。养鱼？海里的鱼怎么养？你们看这片浅海，光秃秃的沙底，鱼游过来，没地方藏，没东西吃，待不住，自然就游走了。可如果我们在海底堆出一片片石林，石林，礁石缝里会长出海藻，会吸引来小鱼小虾，小鱼小虾一多，大鱼就会成群游来栖息产卵。日子一长，这片人工堆出来的石林就成了一片养鱼的渔场，鱼会越聚越多，再不用看天的脸色。这要是真的，那往后岂不是想吃鱼随时都有？不止，这片潮间地的浅滩还能分层来养，上面一层水搭浮架养紫菜、海带这类，中间挂上绳串养贻妹、牡蛎这些贝类，滩底的泥沙里埋蛤蜊、永花蛤。一片浅滩，上中下3层同时出产，1亩海能顶过去10亩海的出产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不真，做出来便知。我可以教你们丹民，把整片岛北的浅海都变成养鱼场。沈燕，你疯了！这养殖之法是我们苍茫岛安身立命的本事，岂能白白交给外人？祖宗规矩，技不外传。你把看家的本事拱手丧人，将来我们拿什么立足？阿朱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天下没有白教的本事。他这是想用几句空话，把咱们丹人给他当苦力，修什么石林？等咱们修好了，他又不认了，渔场还不是他岸上人的。几位莫吵。阁下是？在下姓周，是闽南苏家的管事。我家少主苏明远苏三少，做的是这浙东海上的大生意。沈先生这养殖的本事，当真是闻所未闻，点石成金啊！我家少主求贤若渴，这样吧，这套养殖之法，连同那个滤水做干货的本事，我苏家出3000两白银，全买断了。从此这些技法归苏家所有。沈先生拿了银子，从此再不许外传，如何？周转世，替我谢过苏三少的好意，但这养殖之法不卖。沈先生，3000两不够，还是嫌少，5000两，多少两都不卖。你想买断，无非是想把这门本事攥在苏家一家手里，独吞这片海的利。可一门本事攥在一家手里，它就只是一家的财路。让会的人越来越多，让这片海养出的鱼越来越多，它才能变成养活1000万人的活路。林边将，你说技不外传，怕教会了丹民我们就立不住。我问你，我们这一群流放来的罪囚，要人手没人手，要船没几条，连这片海的水文都摸不清，靠我们自己把整片岛北浅海都修成渔场，要修到猴年马月。可丹民不一样，他们识水性，懂鱼汛，世代以海为生。这片海上的活儿，他们是行家里长手。我们有技法，他们有人手，有海上的本事，两家合起来，这渔场10倍100倍的往大了做。这不叫白教，这叫合伙。今天我把话说明白，立个规矩，养殖的技法，我们苍茫岛毫无保留地交给丹民。渔场建好以后，
出产的渔获，蛋民出人出力占70%，我们出技法占30%。70%归我们蛋民，你们出了天大的本事，倒只要30%，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？老人家，技法教会了就是大家的，可这片海要养出鱼来，靠的是日复一日的人力，出力多的就该多得，这是我们苍漠岛的规矩，蛋劳分配，谁出力多谁拿大头。沈燕，我阿朱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岸上人。从今天起，蛋民与苍漠岛结盟，共修渔场，共享这片海。这岸上人是个例外，把本事交给外人，还只占30%，这沈燕到底图什么？有人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要把看家的本事交给蛋民，还只占小头？因为我早就想通了一个理：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把别人踩在脚下独占好处，真正的强大，是让你身边的人都跟着你一起变强。一个人把饼攥在手里，饼就那么大，分来分去谁都吃不饱。可所有人一起把这张饼做大再做大，大到所有人都吃不完，这才是真正的强。油盐不进，这沈燕和这座岛，受主非但买不下，将来还会是苏家海上生意的心腹大患。少主，那沈燕油盐不进，3000两5000两，他眼皮都不抬，技法死活不肯卖。更棘手的是，他竟把有杂的本事分给了蛋民，还跟蛋民全族结了盟。如今那座岛，岸上人和蛋民拧成了一股绳。一个戴罪流放的小小百户，竟有这般本事。绿水做干货，潮汐捕鱼，如今又是养殖，这一桩桩本事，哪一项不是能日进斗金的金山？我苏家在这东海上经营了几十年的航线，岂能容他一个醉酒在我眼皮底下平地起一座金山？少主，那我们如何是好？他那座岛如今人心齐整，软的买不动，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。这片海域上不是有一伙姓洪的海匪吗？少主是说洪崖那伙杀人不眨眼的海盗？备份厚礼，我倒要看看沈燕那套做大饼的本事挡不挡得住洪崖的刀。少爷，不好办呐，咱们腌鱼做干货越来越费盐，可这海边自己熬出来的盐又黑又苦，还带着一股涩味儿，腌出来的鱼都带着这股苦涩味儿。蛋民那边换东西都嫌咱们的盐糙，杂质太多。海水里不光有盐，还有别的苦涩的东西，直接熬干，好的坏的全留下了，能不苦吗？少爷的意思是，您有法子能熬出好盐？盐这东西是过日子的根本，也是能跟外头换银子的硬通货。能，不光要熬出来，还要熬出最白、最细、最干净的好盐。熬盐？就凭你们这帮门外汉！告诉你们，老夫晒了40年的盐，这熬盐晒盐的门道，老夫闭着眼都门儿清。少爷，这是李拐子，跟咱们一块流放来的老盐工，做了一辈子盐，就是脾气倔。小子，熬盐的事儿是有真本事的人才玩得转的。你那些花里胡哨的法子，捕鱼养殖，糊弄糊弄外行还行，这熬盐，哼，就你还想熬出比老夫更好的盐？我看你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李师傅做了40年盐，是行家。那我请教您，您熬了一辈子的盐，为什么总是又黑又苦，去不掉那股涩味？海盐不都这样吗？盐就是这个味儿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法子，就是把海水舀进锅里，熬干了刮盐，哪有什么白盐细盐？法子不对，熬一辈子也只能熬出苦盐。你血口喷人！老夫倒要看看你能熬出什么花来。第一步，不是直接熬，先把海水盛一盛，滤掉泥沙，然后慢慢熬煮，等它熬到又浓又咸，快要出盐的时候，这时候最要紧的一步来了，往这浓炉里点上一点这个。海水里那些让盐发苦的苦涩东西，遇上这个就会结成渣子，沉下去。把上面这层干净的卤水舀出来，扔掉底下的苦渣，剩下这锅干净卤水，再用小火慢慢的熬，火要小要匀。这盐怎么是白的，还这么细？李师傅，您尝尝。咸，纯咸，一点都不苦，一点涩味都没有。我熬了40年盐，
原来盐是能熬成这样的！我的老天，这盐比官盐还白还细，这要拿出去得卖多少银子啊！这位爷，您家少主不是想要沈燕那制盐的法子吗？老李，你肯说了？那沈燕一个毛头小子，凭什么压老夫一头？这制盐的法子我都给你家少主写下来了，让你家少主也熬出白盐，砸了他沈燕的招牌。等你家少主成了，可别忘了老夫的好处。少主，有了沈燕的方子，咱们苏家也能产白盐了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哼，沈燕不肯卖，我照样能弄到手。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尝尝。不，又苦又涩，比海边渔民熬的粗盐还难吃。这就是李拐子那老东西给的方子。废物，一个个都是废物。沈燕到底在哪一步做了手脚？软的不行，偷的也不行。红崖那边的厚礼送到了吗？回少主，厚礼已经送到，红崖已经动身了。哼，好，我倒要看看沈燕的血盐挡不挡得住海盗的刀。李师傅，这片盐田要扩大，要管起来，光靠我一个人不行。沈先生，放眼整个岛上，论对盐的了解，没人比过您这40年的功夫。这盐田总管，我想请李师傅来做。你知道我？我知道什么不重要，我只知道您熬了40年盐，对盐有真感情，一身的本事用在算计上可惜了，用在这片盐田上才是正道。沈先生，老夫鬼迷心窍，对不住你呀。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往后这盐坛就交给您了。老夫这条老命，往后就扑在这盐坛上了。谁也别想再从老夫这儿骗走半粒盐。不好了，海上来了大船，是海盗，海盗杀过来了！弟兄们别慌，海盗来了，正是咱们立功的时候。沈百户，这御敌的差事交给我，我带人去海边迎敌。哦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沈百户，蛋民不是水性好，又熟悉海边地形吗？让蛋民那帮人打头阵，冲在最前面跟海盗硬拼，咱们的人在后面压阵。等海盗和蛋民两败俱伤了，咱们再上去捡现成的。快去！阿彪抓回来！不好！张总旗，你让我们蛋民打头阵，可以，可武器呢？营里那些刀矛怎么一件都没发给我们？武器紧着后面压阵的弟兄用。你们蛋民不是个个水性好又熟地形吗？拿着鱼叉冲上去，先跟海盗缠斗一阵，挫挫他们锐气。就凭几杆鱼叉，去挡海盗的钢刀？怎么怕了？保家卫岛的时候到了，蛋民的汉子难道是孬种？都停下！蛋民在最前，连一件像样的兵器都没有，后面压阵的人刀矛齐全。你这是御敌，还是借海盗的刀杀自己人？沈百户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这是排兵布阵，让最熟地形的蛋民打头阵，有何不可？打头阵，却不给兵器，你是想让他们拿命去填？好啊，张彪，合着你让我们冲在前头，是想借海盗的手弄死我们蛋民？你撒手！我是为了全岛。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，海盗马上登岸。从这一刻起，御敌之事由我亲自指挥。张总旗，你领一队人去搬运滚木烙石，听我号令行事，不得擅自调兵。沈百户，你凭什么？凭我说的是让所有人都活着打赢，你说的是让一半人去送死。谁愿意命交给一个拿弟兄当炮灰的人？现在就站到张总理那边去。我们蛋民听你的。好，海盗凶悍，但他们是一盘散沙，靠的是蛮力和气势。我们人少，兵器差，硬拼必输。但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东西，这片地形和一条心。海盗的小艇只能从这片浅滩登陆。这条通道，一边是礁石林，
一边是咱们挖大泉时剩下的烂泥洼地，又窄又难走，我们就让他们从这条道上岸。少爷，咱们不能拦着他们上岸。拦不住也不必拦，放他们进这条窄道，他们人多反而施展不开，挤成一团。阿虎，你带单民弟兄水性好会攀爬，埋伏在了两侧的礁石上。明白。等海盗全进了窄道，听我号令，从高处往下砸滚木落石，居高临下，他们躲都没处躲。老周，你带将户弟兄在窄道出口立起木盾，结成盾阵。长矛手躲在盾后，盾牌手只管挡，不管杀。长矛手只管从盾缝里刺，不许乱跑。一盾配一矛，两人一组，进退听鼓声。鼓响一声，进一步，鼓停就立定，谁也不许擅自冲出去逞能。一人挡一人刺，听鼓走，这跟咱们平时各打各的可大不一样啊！海盗是一群亡命之徒，各凭蛮力，看着凶，其实乱。我们人人都最守着自己的位，宁成一股伤亡，把这群之乌合之众们困死在这条道里。一群醉囚加渔民，也敢跟我的人叫板？冲进去，见着值钱的就抢，挡道的全给我拿下！擂鼓，砸！有埋伏，那么有埋伏！撤，快撤！蹲阵，压上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少爷，清点过了，海盗被擒大半，剩下的全跪地投降了。咱们这边一个都没死，只有几个弟兄擦破了皮。灵山王，我们灵山王全歼了海盗，沈先生威武！不拿弹民当肉盾，不硬拼，竟然一个人都没死，还全歼了海盗。你想用海盗的刀削掉弹民的人，自己好坐收渔利，可你看清楚了，把所有人都当弃子的人，最后只会被所有人抛弃。只有把每一个人都当成自己人，各守其位，互相照应，才能用最小的代价打赢最难的仗。说，是谁指使你们来攻打苍魔岛？想从我嘴里套话，做梦！你们一伙海盗，无缘无故跑来攻打一座没什么油水的流放荒岛，背后没人指使，没人给钱，我是不信的。是有人花了钱买你们来的，那个人是不是姓苏？你怎么知道是苏？果然是海上苏家。大当家、二当家他被苍茫岛的人活捉了，弟兄们抓的抓，几乎全军覆没啊！可恶，太可恶了！一座流放犯的破岛，几个泥腿子竟敢全歼本大王的先锋，还抓了我的兄弟！红牙大当家息怒，那沈燕诡计多端，先锋吃了暗亏不算什么。那座岛上可不光有醉囚渔民，还有取之不尽的血盐，堆积如山的渔获干货，桩桩都是金山银山啊！我家少主说了，这是定金。大当家若能踏平苍茫岛，岛上的财货任凭与用，我苏家另有重谢。好，倒要会会这个沈燕，传令全朝，随本大王杀向苍茫岛。本大王要把那座岛连人带物碾成齑粉。沈先生来了，海上来了一大片船。我的天，这得有多少人？咱们满打满算，能拿起家伙的也就200-300号。这是10个打咱们1个啊！慌什么？红牙带这么多船来，看着吓人，可他犯了个大错。大错？他以为船多人多就能踏平我们，可这片海是我们的主场，不是他的。传我命令，全岛备战。这一仗，我们不但要打，还要把他们连人带船留在这片海里。红牙的大船吃水深，要靠近我们的码头，只能走这条最深的航道。阿朱，你们弹民水性最好，我要你们带人潜到水下，在这条航道两侧的浅水处，秘密地打满削尖的木桩。水下暗桩？桩尖朝向航道，藏在水面下，人在船上看不见。他们的大船吃水深，一旦贪功冒进，驶进这片暗桩区，船底就会被暗桩刺穿，搁住，进退不得。就像咱们在滩涂上弄的网发，让他们的船自己开过来。老周，你带浆糊，感知火攻的家伙，把火油、松脂、硫磺封进陶罐里，做成壶罐，再上引线，配上抛石的机补，就用机革把壶罐抛过去。
陶罐一砸碎，火油四溅，遇火就烧。他们的木船风帆全是引火的柴。少爷，这一困一烧，他们的船还能跑得了？等船一乱，人一落水，就是你们疍民的天下了。你们水下功夫好，凿漏他们的船，收拾落水的散兵，各司其职。疍民管水下，将户管火攻，军户将户守码头，拧成一股绳。这一仗，我们赢定了。林先生，海盗那么多船，沈燕就是再有本事，这回也是死路一条啊！慌什么？沈燕要拼命是他的事，你我何必跟着他陪葬？林先生有何高见？那海上苏家不是一直想要这座岛吗？咱们趁乱打开码头的闸门，放苏家的人进来，把沈燕往日做的那些事告诉苏家，再把这座岛拱手献上。苏家得了岛，少不了你我的好处，说不定还能借苏家的关系洗脱罪名，重回岸上，做我们的人上人。只要是被沈燕发现，他正忙着跟海盗拼命，哪顾得上后院？就趁今夜，海盗一攻，全岛大乱，正是我们动手的时机。沈先生，不好了！林文轩和张彪要反，我亲耳听到的。他们要趁海盗攻岛、全岛大乱的时候，打开码头闸门，放海商进来，把咱们这座岛献给苏家邀功。果然，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我这就带人抓了他们。不，现在打草惊蛇，他们矢口否认，反咬我们一口，军心就乱了。他们要的是码头大乱时那扇没人看锁的闸门，那我们就把这扇门牢牢锁死。老周，你亲自带一队最可靠的弟兄，扮作寻常守军，暗中盯死码头闸门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等他们动手开门的那一刻，人赃并获。明白。我倒要看看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脸往哪儿搁。儿郎们，冲进去，踏平这破岛！岛上的金银财货、血盐干货，全是你们的！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就是现在！怎么回事？船走不动了，有埋伏，水下有桩，船底破了，进水了！慌什么？弃了大船，换小艇，给我冲上岸去！火路好！水，快泼水救火！弃船，都给我弃船！阿朱，水下的活儿交给你们了。就是现在，全岛都在前面拼命，没人顾得上这儿。快开门，放苏家的人进来。林文轩、张彪，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果然在这儿。老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来巡查闸门，怕海盗从这儿摸进来。哼，巡查阁门？那你拉开门闸做什么？我是被林文轩逼的，是他要献岛邀功，要放海商进来，跟我没关系。张彪，你血口喷人！林边修，从上船那天起，你一次次的搞破坏、挑事端，今天，你终于亲手拉开了这扇通敌的门。昨夜，10倍于我们的海盗没能踏上这座岛一步，可就在我们守岛的时候，有人想把我们所有人卖给敌人。林文轩一肚子学问，张彪一身的力气，做过卫所的总洽，论出身论本事，他们样样比寻常人强。可到了生死关头，第一个想着叛卖、想着逃命、想踩着所有人活下去的，恰恰是他们。而真正在岸上拼命、用命守住这座岛的，是这些被他们瞧不起的流民、单民、浆户。我今天才算彻底想明白，特权和身份换不来一个人的忠诚。真正能在危难时跟你生死与共、拼命守护这个家的，是那些被你当成自己人、被你真心相待的人，把所有人都当家人，这座岛才守得住。少爷，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通敌的罪证铁证如山。依我说，直接杀了他们，痛快是痛快，可我们苍茫岛立规矩，靠的是公道，不是杀人立威。他们的罪记下，关押看管，罚做苦役，将来一并清算。就怕这姓林的贼心不死，关着也不安分。派可靠的人严加看管。眼下比看这两个废人更要紧的是这座岛得赶紧立起来。少主，红崖的主力全完了，那沈燕到底是个什么人？
连红牙倾巢而来都被他全歼了。海匪我用了，买断我试了，如今连红牙的主力都填进去了，一个区区流放犯的破岛，竟成了我苏家搬不动的一座大山。少主，海匪已经全军覆没，咱们还有别的法子吗？海匪是黑道，上不得台面，打不过是因为名不正言不顺。可若是官府出面呢？少主是说，浙东海防千户周显，他是我苏家多年的靠山，手里有官船，有官兵，有朝廷的王法。我倒要看看沈燕他守得住海匪的刀，守不守得住朝廷的官兵和那一顶谋逆的帽子。备一份重礼，随我去拜会周显昭周大人。这一次，我要让沈燕再无翻身之日。少爷，乱套了！盖房子的、修码头的、晒盐的、养鱼的、打铁的，几百号人，谁干什么谁分多少粮，住哪间房，全乱成一锅粥了。大伙干活也没个章程，天天吵。打仗要章法，过日子做营生更要章法。人多了，事杂了，光靠一股热乎劲儿不行，得立规矩定章程。沈百户，这账目分配之事杂乱无章，非专人不能理。老夫不才，在县衙做了20年主簿，样样精通。这管账分粮、安置百姓的差事，舍我其谁啊？这是赵主簿，原先县衙的主簿，因为贪墨流放来的。算账管钱是把好手，就是架子太大。赵主簿既然精通此道，那我问你，这账你打算怎么管？这粮房你打算怎么分？这分配之道自古就有定例，尊卑有序，贵贱有别。军户出身的是根本，分粮分房当属上等，将户有手艺列为中等。至于那些流民、淡民、无职无业的下等人，给口饭吊着命，能干活就行了。如此论资排辈，秩序井然，方显朝廷法度，尊卑纲常。凭什么？昨夜守岛，我们淡民下水凿船，拼死拼活，凭什么分粮分房就成了下等人？哼，纲常如此，自古皆然。沈百户，这工坊、盐田、渔场的管事之权，也该交给老夫这样懂规矩、明事理的人统一调度，让那些粗人各自为治，成何体统？赵主簿这套尊卑有序，我听明白了。出力的吃糠咽菜，论资排辈的坐享其成，这样的规矩，在我苍毛岛行不通。那依沈百户的意思，不分尊卑，难道让这几百号人乱哄哄的一锅汗？那这岛上岂不是没了规矩纲常，成了一盘散沙？有规矩，但不是看你爹是谁，你什么出身，是看你干了多少活，出了多少力。从今天起，岛上所有的活都明码标价，盖一间房计多少工，晒一担盐计多少工，造一段船板计多少工，下水修一处鱼礁计多少工。干得多，记的工就多，记的工多，分的粮、分的房、领的钱就多，这叫计件。干多少活，拿多少酬。不管你是军户、将户、流民还是淡民，在这本账上，只认你出的力，不认你的出身。好，这才公道。光有计件还不够，几百号人得分门别类管起来。从今天起，按手艺、按营货，把全岛人分成几坊，打铁的归铁工坊，造船的归船工坊，晒盐的归盐场，养鱼的归渔场。各坊登记造册，谁在哪方干什么活，记多少工，一笔一笔清清楚楚。各坊推选出最有本事、最服众的人当工头，统管本坊的活。从今天起，苍茫岛第3条规矩：能者上，庸者下，身份不作数。有本事肯出力的，哪怕是流民、淡民，一样当工头，拿高酬，受人敬重。没本事还想靠身份摆架子混日子的，哪怕你做过20年的官，也得给我靠边站。少爷，那赵主簿实在不像话，派他合账，他倒好，整天端着茶碗摆谱，活全推给底下，底下人怨声载道，说凭什么他什么都不干，还跟咱们拿一样的工分？按规矩办。赵主簿，这几日的账你合了多少？老夫是何等身份？这些琐碎的算计自有下人去做，老夫坐镇统管，运筹帷幄，岂能事必躬亲？在苍毛岛，没有运筹帷幄、坐享其成这一说。
按计件的规矩，你这几日没合起账记的功寥寥无几。从今天起，按你实际记的功，扣减你的工分和口粮。你敢克扣老夫的口粮？老夫好歹是做过主簿的人。做过主簿不能当饭吃。你既然不肯合账，那合账的差事也不必你做了。去盐场跟大伙儿一起晒盐，晒多少记多少工，拿多少粮。能者上，庸者下。赵主簿，这是你自己挣来的。少爷，这铁器是真不够用啊！造船要挺钉铁剑，开荒要锄头镰刀，将来再有海盗官兵来犯，还得有刀枪。可咱们这小炉子火候不够，只能打软铁，又费力，出的东西又不经用。软铁不经用，是因为火候不够，炼不出好钢。要想造好船、打利器，就得先有好钢。要炼好钢，就得建一座大高炉，把炉火烧到从未有过的高温。大高炉，少爷又有新法子了。有，建起高炉，炼出好钢，这座岛才能真正立得住。林编导，老夫如今竟被那沈燕发配去盐场晒盐，跟那些泥腿子混在一起，斯文扫地呀！赵主簿，你我都是读书明理之人，如今却被一个戴罪武夫踩在脚下，这口气咽得下吗？咽不下。可那沈燕如今势大，人心都向着他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我听说沈燕要建高炉，炼什么好钢？正是，老夫今日亲耳听见的。炼钢是天底下最难最凶险的事，火候差1分，炉子就得炸。海商苏家一直想要沈燕的本事，我这儿正好有一个炼钢的法子，你设法把这法子投给苏家的人。把炼钢法子给苏家，这岂不是帮了苏家，长他人志气？糊涂！我给的这个法子是错的，苏家照着这错法子炼钢，炉子非爆不可，赔他个血本无归。而沈燕那边也未必炼得成，等他高炉一炸，死伤一片，众人就会知道他沈燕也有玩不转要出人命的时候。到那时，他的声望就该塌了。少爷，这些缴获的海盗船，破的破，漏的漏，修起来费老劲儿了。再说，这些都是别人造的旧船，样式杂，毛病多。咱们要想在这片海上立足，迟早得有自己的大船。沈先生，我能跑远海、能打仗的大船，我们也没那个本事。船是这座岛的腿，也是这座岛的盾。光修旧船不够，我们要自己造，造又快又好，能跑远海，能遇强则的造大浮船。少爷，这造船可是顶顶庆系的手艺，没有几十年功夫的老师傅根本玩不转啊。老师傅，岛上有吗？有，流放来的匠工里就有一造了一辈子浮船的陈阿公，只是这老爷子脾气古怪的很。陈阿公，久仰，我想请您出山主持造船，再带一批徒弟，把这身造船的本事传下去。造船可以，带徒弟，带哪些人？岛上肯学的人都可以学，尤其是蛋民，他们熟悉水性，了解海船，是最好的。蛋民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浮船的手艺是我陈家祖祖辈辈一斧一凿传下来的传家宝。那些蛋民世代漂在水上的粗人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也配学我陈家的祖传绝技？这手艺我只传陈家血脉，旁人休想偷学半分。陈阿公，我问您，要是只攥在自己手里不传出去，等您100年之后，这门诀是不是就跟您一起埋进土里了？那也是我陈家的事儿，总比传给那些不相干的粗人，糟蹋了祖宗的手艺强。好，手艺是您的，传不传您说了算。那造船的事，我自己来。沈先生，造船不是得靠陈阿公那样的老师傅，凭手感、凭经验，一点一点抠出来吗？您画这些图有啥？陈阿公造船为什么慢？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会？因为他全凭脑子里几十年的经验，每一根船材都得他亲手比划、亲手修。他一个人就是整条船的命，他病了、老了、没了，这船就造不成了。那沈先生的法子不一样。我把一整条大船拆开来看，船无非是龙骨、颅骨、船板、桅杆这些部件拼起来的。我把每一个部件都定出准准的尺寸，画成图，全照着图来分头去做。你只管照着这张图做这一种龙骨，他只管照着那张图做那一种船板，人人只做一样，做得又快又准。最后像搭积木一样，把这些部件严丝合缝的拼成一整条船。我懂了，这样一来，不用人人都是老师傅，只要照着图做好自己那一样就行。这么多人一起做，船岂不是造得飞快？对，一个老师傅叫几年造一条船，我们几百号人照着图分头做，几个月就能造出一对船。造船
光有好木料、好图纸还不够，船在海上日夜被风浪拍打，船板要是用这种光铁钉钉，时间一长，钉子松了脱了，船板一散，船就散架了。那可怎么办？海上风浪那么大，所以我们要打一种新钉子，钉身上打出一圈一圈的旋纹，像拧绳子一样。这种旋纹钉拧进木头里，纹路死死怎么拍怎么晃，它都纹丝不动，绝不会松脱。用这种旋纹钉钉的船，接缝处又紧又牢，能扛住远海的大风大浪。一圈一圈的纹，咬住木头就不松。少爷，您这脑子到底装了多少奇思妙想啊？等高炉炼出了好钢，这种旋纹钉就能又快又好的打出来了。好钢、好钉、好图纸，我们的大船就有了筋骨。沈先生，您看，这是今天做的第20块船板了，尺寸分毫不差。好，又快又规整。这节奏，这弧度，比老夫做的还要齐整。你说这总准？这么多人一起做，怎么会拼得这么严丝合缝？规矩准，人人照着做，做出来的自然就一样准。老夫守了一辈子的绝技，原来连一张图纸都不如。陈阿公，您的手艺不是不要图纸，您几时摸出来的手对木料的眼力，正是这些图最初的根。可手艺攥在一个人手里，他就会老，会死，会失传。把它变成人人能学、人人能用的图纸和规矩，它才能活下去，一代一代造出更多更好的船。沈先生，老夫想通了，这卷陈家的祖传图纸，老夫献出来。谁愿意学，老夫就教，把老夫这几十年的手感眼力都教给他们，别让这门手艺跟着老夫埋进土里了。陈阿公，从今天起，您就是这船务的总教头，把您的本事跟我的图纸合在一起，教出一整代能为这座岛造船的好工匠。沈燕费尽心机，我苏家照样能得了这炼钢的本事。快，按那方子上说的，加大火力，把炉温催上去。少主，不对劲儿，这炉温太高了，料的配比也不对，炉子要撑不住了。慌什么？方子上就是这么写的。继续，快跑！炸了！怎么会炸了？这方子是假的！林文轩那个废物给我的，竟是个害人的假方子！少爷，这高炉总算建成了，明天就能点火炼钢了。有了好钢，造船的旋纹钉、远海的大船、御敌的刀枪就全有着落了。炼钢是这座岛脱胎换骨的一步，这一炉钢只许成，不许败。沈先生，我在外海听到个稀奇事，那海上苏家不知从哪儿得了个炼钢的法子，偷偷摸摸的炼钢，结果炉子炸了，听说赔了好大一笔银子，工匠也伤了好几个。少爷，这莫不是和林文轩那老东西脱不了干系？哼，炼钢，说得轻巧，我可听说了，连外头那财大气粗的海上苏家炼钢都把炉子炸了。是啊，这炉火这么旺，万一炸了，咱们站这么近，可要遭殃。少爷，人都来了，万一这炉要是不成……老周，海上为什么炸炉？因为他们用的是假方子。假方子是一桩，而我们这座炉砌了1个多月，每一处都反复验过，配料火候我心里有数。沈先生，这几个泥罐子是做什么用的？这叫干锅，是用最耐火的泥烧制的罐子。寻常炼铁是把铁料敞着炼，炉里的烟害杂质全往铁里钻，炼出来的铁又脆又杂。而我把铁料连同算好的配料一起装进这干锅里封死，封死了，外头的烟灰杂质就进不来。仓母整个埋进炉火里，高温把里头的铁料熔色均成铁水，杂质少，又尖又韧。海上炸炉是因为敞着炉乱炼，火候失控。我们用干锅把钢料护在里头，火候又拿捏得准，炼出好钢，10拿9稳。加炭，鼓风，把炉温给我稳稳地催上去。火候到了，开炉去干锅。成了，钢水是钢水啊，真的炼出来了。怎么会成？海上都炸了炉，他怎么……这就是好钢。有人说连海上都炸了炉，我沈燕这回要栽大跟头。现在这炉钢成了。
这钢锭还得反复锻打，把里头的杂质砸出来，把钢质砸得更密更韧，才能成器。可这金刚又硬又韧，靠人抡大锤砸不了几下就累垮了，力道也不匀。少爷，这又是什么稀奇玩意儿？水流冲动这大水轮，水轮带动这沉重的锤头，一起一落，自动锻打。水不停，锤就不停，力道又大又匀，顶得上几十个壮汉，还从不知道累。是真的带上锤了，水自己在打铁，这得省多少人力，出多少好钢啊！光说这刀好，没用。我们以前用的兵器、铁器是什么成色，大伙儿都清楚。今天就拿这柄新钢刀，跟旧铁器比一比。看好了，断了，铁条断了，这刀削铁如南呀！好刀！有了这样的钢刀，还怕什么海盗官兵？我跟大伙说个天大的笑话。诸位，那海商苏家不知使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偷了一个炼钢的方子，也想炼钢发财。结果呢，照着那方子一炼，轰隆一声，炉子炸了个稀巴烂，赔了堆成山的银子，工匠还伤了一片。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苏家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活该！让他来偷咱们苍魔岛的本领，这下炸了炉，赔了钱，成了天大的笑话。今天我们炼出了好钢，打出了锻铁的钢刀。可我要说的是，这炼钢的本事、造船的本事、晒盐鱼的本事，往后该归谁？自然是该有懂行的、有身份的人掌着。不，从今天起，苍魔岛开设工坊学堂，炼钢、造船、晒盐、养鱼、算账，所有的本事都摆到学堂里免费教。不管你是军户、将户、流民、蛋民，只要你肯学，人人都能进学堂，人人都能学本事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还要建一所盟学，一所给娃娃们念书识字的学堂。岛上所有的孩子，不分军户、将户，不分流民、蛋户，不论出身贵贱，一律免费入学，读书识字。先生，我们这些下等人的娃也能进学堂念书。老人家，我跟您说过，在这座岛上没有下等人。有人觉得共同富裕就是把财富人人均分一份，不是的，真正的共同富裕不是均分财富，是给每一个人一样公平的机会，让每一个肯学肯干的人，不管他出身多低，都能学到本事，靠自己的手过上好日子，这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。苏三少，你我两家是老交情了，有话但说无妨。周大人明鉴，那东海的苍冥岛，他们私造兵器、私炼金刚、私自开埠，还勾结蛋民收拢流民，俨然就是一座海外的独立王国。此等戴罪之身，不思悔过，反而拥兵自重，藐视朝廷，这不是谋逆是什么？谋逆？证据呢？周大人，请看，这是沈燕在岛上私炼金刚、私造战船，聚众数百的实证。大人若能率官兵剿灭这伙逆贼，朝廷的心腹大患，又能将岛上那取之不尽的血盐、金刚船物尽数收归大人名下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，泼天的富贵啊！好一个聚众谋逆的沈燕，竟敢在我浙东海防的眼皮底下私造兵器，割据海岛！传我将令，点齐5艘战船，500精兵，本千户要亲自出马，踏平苍阳岛，把那伙逆贼一网打尽，押回省城问罪。沈先生，大事不好！我在外海探到，浙东海防的官军点了5艘500精兵，正朝咱们苍湾岛杀过来。领头的是海防千户周显，还有那海上苏明远也跟在船上。官军啊！5艘战船，500精兵，周显亲自来了。我们守岛遇海盗是自保，这可跟官军动手。我知道大家在怕什么，可大家想想，我们何曾谋过逆？是那海商苏明远买通了贪官周显，捏造罪名，要来抢我们的家业，要我们的命。周显不是来执法的，是收了赃银来劫掠的。面对来抢家、来杀人的，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，我们都有守住家园、护住妻儿的道理。官军势大，但他们要登岸，得先过海战这一关。我们新造的浮船该派上用场了。少爷，这船可算做成了，比那些缴获的海盗船气派多了。这船不光是气派，你看它的船身、头尖、肚圆、尾收，像一条鱼，阻力最小，跑得又快又省力。还有这舵，寻常的舵面全在转轴后头。船一大浪一急，掌舵的人要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移到转轴的前才搬得动。这样一来，水流冲在舵前的那一小半上，帮着省力。掌舵的人轻轻一带，大船就能灵活转向。
就这段舵，能让大船在浪里转得像小舟一样轻巧。再看船底两侧，我加了2道长长的鳍板，叫减摇橹骨。海上风浪大，船容易左右摇晃，这2道鳍板能压住船身的横摇，让船在大浪里也走得又稳又平。船型快，舵灵活，船身稳，这样的浮船才能在海战里占尽先机。陈百户，这世行掌舵的头等大事，可马虎不得。老夫跑了30年的海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这正舵手非老夫莫属。周师傅经验老道，自然是掌舵的好手。不过阿虎熟悉到这片海的水流和暗礁，我想让阿虎跟您一同上船，正好互补。阿虎那个蛋民，阿虎水性好，熟悉这片海的暗流礁石，让他做副舵手，跟您搭档。不行，掌舵是天大的学问，讲究的是几十年的功夫和悟性，这指挥大浮船的头等干事，他们也配？试航还没开始，谁更可用？试试看就知道了。老夫一个人足矣，要个蛋民在旁边碍手碍脚，成何体统？周师傅空口无凭，那这样，咱们比一比。周师傅，您驾一艘咱们缴获的旧海盗船，用您的老法子掌舵。阿虎，驾这艘新浮船，两船从这码头出发，绕过外海那座礁岛，再回来，谁快谁稳，谁掌舵更灵便，大伙的眼睛都看得见。怎么会？老夫的船又慢又晃，成了，差点没扳住舵。那小子的船怎么又快又稳，转起来还那么轻巧？周师傅，不是您的功夫不行，是这船的船型、这平衡舵、这减药骨轨，帮了阿虎的大忙。再好的舵手，驾一艘又慢又晃的旧船，也跑不过一艘又快又稳的好船。还有周师傅，阿虎能把船的好处发挥至到10成10。哪片水有暗流，哪里风急，怎么借浪，这些是蛋民世代用命换来的本事。老夫给你做个副手，把这30年的掌舵功夫都交给你们。周师傅，我跟您学。任阿虎为新浮船的正舵员，周老鬼掌舵教头。这位小哥，留步。干什么？我听说朝廷的官军要来了。是啊，周千户的5艘战船，听说快到了。小哥，你跟着沈燕这个戴罪的逆贼，守一座注定要被官军踏平的孤岛，图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沈燕是反贼，跟着他，将来官军破了岛，你我都是死路一条，还要连累家人。可你要是肯帮我，给岛外的周千户递一封信，你只需在今夜设法把这封信送到岸边，交给光军的探子。信里我会告诉周千户岛上的虚实，再约定官军攻岛之时，我设法打开码头。好，我里应外合。陷了这座岛，你我就是周千户的大功臣。我帮你送。这是岛上林文轩林先生给周千户的密信。林文轩，岛上还有给我们递信的人。林先生说了，他愿做内应，信里都写明白了，官军攻岛时，他里应外合，献出码头。好，我立刻禀报千户大人。少爷，看管球棚的一个看守，后半夜鬼鬼祟祟溜到海边，跟一艘来路不明的小船接上了头。看那情形，像是在递什么东西。球棚里关着的是谁？林文轩。你暗中盯死那个看守，也盯死球棚，等官军攻岛，他动手开码头的那一刻，人赃并获，连同岛外的官军一锅端。官军有5艘战船，我们的浮船再快，毕竟数量少，海上硬碰硬吃亏。真正能拒敌于岛外的，扼守航道的高地上，架起岸炮，敌船还在海上，够不着我们，我们的炮却能从岸上远远的轰他。岸炮，少爷，咱们缴获的海盗船上倒是有几门旧炮，可那玩意儿又笨又不准，打个10几仗就没影了，顶什么用？旧炮不行，是因为火药不行，打法也不对。我们要造的是打得更远、更准的新炮药。有了这岸炮，休想靠近我们的码头一步。哼，造炮打得更远更准。老夫在魏楚伺候了20年的火炮，什么样的炮没摸过？你一个没摸过几天炮的，还造出打得更远的新炮？我看呐，纯属异想天开，白费功夫。哼，火药不就是那么回事儿？硫红、硝石、木炭碾成粉混一块儿，这粉末火药，老夫闭着眼都会配，能有什么花样？老郑师傅说的对，料是这些料，可问题就出在这粉上。粉末火药装进炮膛，挤得严严实实，点火的时候只有外头一层先烧，里头的来不及烧，劲儿就熄了。
所以粉末药看着猛，其实劲儿用不足，打不远。所以我把这粉末制成了一颗一颗大小均匀的小颗粒，你看，颗粒和颗粒之间有缝隙，点火的时候，火能顺着这些缝一下子钻进所有颗粒里，让火药库冲劲儿，比那闷顺粉面药猛上数倍。同样的炮，用这颗粒药，炮弹打得更远更有力。颗粒、粉末，花里胡哨，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。光靠药猛没用，炮弹打出去飘到哪儿算哪儿，打不准照样是白搭。打不准，您从前打炮靠的是估，而我靠的是算。这画的什么鬼画符？打炮就打炮，要这些线条数字做什么？老郑师傅，炮弹打出去走的不是直线，它先往上飞，飞到最高处，再往下落，走的是一条弯弯的弧线，像抛石头一样。这老夫知道，可那又如何？这条弧线飞多高落多远是有定数的，炮口抬多高的角度装多少药，炮弹就会落在多远的地方，这些都能算出来。我把炮口的多角度装照这表上说，就炮弹的落点一一对应，算成这张表。要打200步外的目标，把炮口抬到这个角度，装这么多药，炮弹就稳稳的落在那儿。你是说，你能算准炮弹落在哪儿？不可能！老夫打了20年炮，全凭感觉和经验，你凭一张纸就能算准？准不准？试一炮便知。那艘把船离这儿正好200步，照着表把炮口抬到这个角度，装这么多颗粒药。一个毛头小子，照着张纸就想验证200步外的准头，老夫且看着。放！中了！正中靶船200步，一炮就中了！好炮！有这暗炮，看官军的破船还敢不敢靠近？一炮就中，还是200目外。老夫打了20年炮，10炮难中3炮，原来火药能这么制，炮真能算着打。沈先生，老夫这一辈子都耗在炮上了，可今天这一炮，老夫20年白活了。20年没白活，您有真经验，我这有新火药、新算法，合在一起，炮才能打到200步外。老夫心服口服，这炮队的事儿往后您说了算。老郑师傅，这炮队您来当总教头，您的经验加上这新火药、新算法，往后一炮一个准。好，老夫这把老骨头，这20年的炮术，往后就交给沈先生，交给这炮队了。那个，我听说你跟裘鹏里林先生有些来往，你想干什么？官军的大船马上就到了，沈岩他这是要拿鸡蛋碰石头啊！我老郑在卫所伺候了20年的炮，好歹是朝廷的人，跟沈岩一个带罪的反贼守着注定要破的网。我不想给他陪葬，更不想连累家里人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知道岛上那几处暗炮架在什么位置，你把这炮台的位置透给官军，将来官军攻岛绕开这些炮台，或是先拔了这些炮台。好，这可是天大的功劳，也好将功折罪。我这就把炮台的位置报给林先生，让他一并送出去。少爷，又是那个看守，这回跟他接头的是新任的炮队教头老郑。那老郑鬼鬼祟祟递给看守一张纸，我们的人瞧着像是炮台的位置图。老郑，他刚被打脸服软，转头就动了这心思。官军未到，人心先乱。林文轩这条线还在收着我们岛上的虚实。少爷，您是说那看守不光替林文轩送信，还在替他源源不断的往外递军情，连咱们炮台架在哪儿都要卖给官军？正是，一个看守，一个老郑，这一条线串起来的是岛上还没死心的内鬼。少爷，这下连炮台位置都卸了，官军一来，先拔咱们的炮台，可如何是好？卸了才好。他们想要炮台的位置，我就让他们得到炮台的位置。真正的杀招将在哪儿，我自有安排。等他们照着这泄露的布防来攻，就是我请他们进瓮的时候。来了！官军的山船，5艘大船到岛外了。岛上的罪囚听着，尔等戴罪之身，反而聚众割据，私造兵器，抗拒王师，罪同谋逆。本千户限你们1个时辰，放下兵器，开门投降，恕口兄沈燕出来受死。否则，本千户的500精兵一旦登岛，把你们这群反贼统统拿下，押回省城问罪。岛上的父老乡亲们，本千户知道，你们大多是被流放的良善百姓，是被沈燕那逆贼上了贼船，只诛守贺沈燕一人。尔等只要绑了沈燕，开门投降，既往不咎，本千户过往的罪一概不究，还放你们回乡安居乐业。大家听见了，
周显说只助我沈燕一个放你们回乡，我问大家，你们信吗？回乡中有流民，本旦民世代漂泊海上，有军户将户，为所早把你们当弃子流放于此。周显放你们回去，等着你们的是什么？是继续做任人宰割的下等人，是重新被当成草芥。而这座岛亲手建起来的家，有饭吃，有屋住，孩子能念书，人人都被当人看。周显的免罪是要骗你们交出家园，重新跪下去做奴才，这样的免罪你们要吗？沈先生说的对，俺们流民在岸上是被人踩烂泥，是沈先生让俺们在这岛上头一次像个人一样活着。回乡，俺呸！俺们的家就在这儿，谁来抢，俺们就跟谁拼了。我们丹民世代被官府海匪欺压，从没被当人看过，是沈先生让我们丹民头一次挺直了腰杆。这座岛也是我们的家，要战，我们丹民奉陪到底！守家，守岛守家，跟官军拼了！守岛守家，誓死不降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群不知死活的反贼！传令，全军进攻，给我攻上这座岛！少爷，官军的船直碰咱们码头来了，他们好像专挑那几处泄漏的鸣炮台下手。意料之中。老郑卸出去的炮台位置，周显当成了宝。他以为拔了那几处鸣炮台，航道就畅通无阻了。他不知道，那几处鸣炮台是我故意摆给他看的饵。那真正的杀招，真正的杀招在那儿，棱角堡。你看这几座堡，不是方方正正的，是凸出来带尖角的。每一座棱角堡上都架着暗炮，他们的炮口不是冲着正前方，而是斜着交叉着，不止封条航道。敌船一旦进了航道，这几座棱角堡的炮火就会从好几个方向同时交叉着泼向他们。无论他躲到哪个角落，都在我们的炮口之下，无处可逃。好狠的杀阵！那水下呢？水下阿朱的人早已沿着航道两侧打满了暗桩，暗桩逼着官军的大船只能走中间这条最窄的水道，而这条水道正是几座棱角堡炮火交叉覆盖最密的地方。传令各棱角堡沉住气，放官军的船全进窄水道。没有我的号令，一炮都不许放。哼，沈燕的炮台我一清二楚，避开那几处，看你拿什么挡本钱燕。周大人英明，绕开了炮台，这岛上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了。再近一点，让他们全进来。棱角堡交叉射击，放！炮，哪来这么多炮？不是说炮台都探灭了吗？中计了，我们中计了，这是个天井啊！打住了，喷了2艘，官军败了！停止炮击！少爷，乘胜追击啊！我们守岛是自保，不是要赶尽杀绝。水里的是被周显驱使的兵卒，罪不至死。阿朱，带人把落水的官兵捞上来，捆了，别让他们淹死。快！林先生在信里都安排好了，趁现在乱，打开码头峡门，放官军进来，陷了这座岛。快好了，开了这门，咱们是周强的大功臣。拿下！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早有埋伏？就凭你那点鬼域计器，我家少爷早把你和狱里的林文轩看了个透。他买通你送的信、递的军情，还有你们今天要开的这道门，少爷全都看在眼里。你替林文轩送信的那一眼，你替他递炮台位置的那一回，我的人就在暗处看着你，就是要等今天，等你们亲手拉开这道门，人赃并获，连同林文轩这条蛇一并坐实。败了，连最后这一招里应外合也败了。他怎么连这都算到了？今天我们打退了官军，打沉了他们2艘战船。周显说我们是反贼，是罪民。可我要问，什么是罪民？什么是贱民？你们当中有被流放的罪囚，有世代被监视的旦民，
有无家可归的流民，在朝廷的册子是罪民，是贱民，是下等人。可那身份是朝廷给的，是周显这样的贪官扣在你们头上的。可日子是你们自己过出来的。这座岛上的盐田、渔场、船坞、高炉、学堂，哪一样不是你们一双手亲手建起来的？在这座岛上，没有罪民，没有贱民，没有下等人，只有一群不认命，靠自己的双手堂堂正正建起一个家的人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5艘战船折了2艘，竟被一群流放的罪囚打得仓皇而逃。本千户纵横浙东海防多年，何曾受过如此奇耻大辱？周大人息怒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那沈燕诡计多端，棱角堡暗桩，火炮布下了死局。可大人别忘了，我们输在轻敌和人少。大人若能调集更多的官军战船，我苏家也倾尽家财，再添船添兵，官军、海商2家合兵一处，以10倍之兵，泰山压顶般再攻苍魔岛。我就不信他沈燕还能挡得住这泼天的大军。好，本千户这就上报省城，调集水师战船。苏三少，你我2家合兵，这一次本千户要带10倍的大军，把苍魔岛连同那个沈燕一举荡平。沈先生，这一次比上回多了何止1倍，官军、海商，这是合兵一处了。粗粗一数，少说也有几10艘船，几千号人。10倍于我们，这一仗难打。人多船多，看着吓人。可周显这种人，先礼后兵是惯常的伎俩。他既然摆这么大家的阵仗，多半不会立刻硬攻，会先派个人来劝我们投降。少爷神机妙算，真有船过来了。来的是岁可，让他上岸，我倒要听听周显开出的是什么价码。哪位是沈燕？我便是。阁下是？本师爷奉周千户之命，前来给你们这群罪囚指一条活路，愿给尔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放屁！上回是谁被我们打沉了2艘船，仓皇逃窜？哼，逞一时之勇罢了。如今官军、海商合兵数10艘战船、数千精兵，旦夕之间便可踏平你们这弹丸小岛。周千户的条件只此一次，过期不护。第一，凡流放至此的军户、将户、流民，只要即刻负了首恶沈燕，周千户一往不究，赦免尔等流放之罪，允许尔等登记入籍，纵作良民。至于这些弹民世代为贱籍，本就是贱民。此番胁从作乱，罪加一等。所有弹民，无论老幼，一律莫为官奴，发卖各地，永世为奴。你说什么？把我们弹民发卖为奴？我撕了你！怎么，沈燕，这条件够宽厚了吧？这些流放的军户将户，何必为了一群注定要发卖为奴的贱民，搭上自己的性命，断了重归良籍的活路？只要恕了沈燕，交出弹民，你们就能活着回家。呸！你这狗官的走狗，想拿这种话挑拨我们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，弹民跟我们一起守岛，一起留信，要发卖他们为奴，先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先问你，周显说赦免我们流放之罪，我倒要问我们何罪之有？你们是流放的罪？我们当初被流放，是被上官诬陷通倭，这罪本就是冤的。如今周显说赦免。他一个海防千户有什么权利赦免朝廷定的罪？他无权赦罪，却拿赦罪来骗我们开门。等我们交了岛，放下了刀，他翻脸不认，是杀是剐，还不是认他？这免罪是空头支票，是要骗我们自断手脚的圈套。再说发卖暗民为奴，弹民是这岛千百年的主人，是大征朝的子民，他们垦海捕鱼守土，何错之有？周显一句话就要把成千世在此安居的百姓没为官奴，永世发卖，这是王法吗？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他打着朝廷的旗号，行的却是劫掠、蓄奴、草菅人命的勾当。你回去告诉周显，苍魔岛上没有军户、将户、流民、弹民之分，谁是良民，谁是真正的反贼，一目了然。在这座岛上，我们是同生共死、同舟共济的一家人。他想让我们交出弹民，自相残杀，做梦！苍毛岛的人，要么全活，要么全死。想踏平这座岛，可以踏过我们所有人的尸体，全活。全死！全活！全死！誓死守岛！你们这是冥顽不灵！属
5000大军压境，你们这点人，这座破岛拿什么挡？拿什么挡？来，我让你开开眼。几门破炮也敢？老郑，海上那块礁石300步外，让这位师爷看看我们的炮打得准不准。是。放。这炮300目。回去告诉周显和苏明远，这样的炮我这岛上还有很多。他们的船，只要敢进我的炮城，我就有把握让他们一艘一艘都为了这片海里的鱼滚回去，让他们掂量掂量。诸位，官军海上的大军都压到岛外了，沈岩再能耐，这次也是螳臂当车。赵主播，你叫我们来到底想什么？林变修，只要官军沈岩顾前顾不了后，我们若能趁官军总攻全岛大乱的时候，把林边修从牢里救出来，再跟着他陷了这岛，偷偷的官军将来可那囚牢看守的严，所以要等官军总攻，全岛的人都去守海岸，顾不上囚牢的时候，我们再动手劫牢救人。赵主簿那老东西被打发去盐场还不老实，竟想劫牢救林文轩那内鬼。少爷，这还了得！我这就带人把赵主簿那几个余党一网打尽。不急，赵主簿他们是想等官军总攻、全岛大乱的时候趁机劫牢。现在抓了打草惊蛇，反倒不美。阿朱，你暗中挑一队最靠的单民卫兵，死死盯住囚牢和赵主簿这几个人。是。等他们总攻那天，真敢动手劫牢的那一刻，人赃并获，一网打尽。千户大人，末将以为那苍茫岛白日炮火犀利，硬攻我们要吃大亏。可那帮醉囚渔民白天重敌打铁，晚上还不是倒头就睡？以末将看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更不懂什么夜战。今夜趁他们松懈，我们摸黑偷袭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好，副将所言极是。依我看，可兵分2路。副将率官军主力战船从正面码头航道，趁夜强攻，吸引他们的火力。我苏家的船队绕到岛侧那处没设防的滩涂，趁乱登岸，来个里应外合，前后夹击。好，就依此计。今夜兵分2路，夜袭苍明岛。本千户要让那沈燕插翅难逃。末将领令。周显这种人，占着人多船多，又吃了鳖，必然会想，我们这群醉游渔民白天忙活，晚上肯定松懈，他会夜战，是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的好法子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他们要是趁夜摸上来，所以，少爷，联军白天被咱们的炮吓退了，可这么多船围着，夜里他们会不会摸黑偷袭？一定会。白天，他们见识了我们炮火的厉害，知道正面硬攻、强闯炮城要吃大亏。他以为我们不懂夜战，那这一夜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沈先生，您是说您早料到他们会夜袭，已经有了对策？他们多半会兵分2路，一路官军从正面码头航道强攻吸引我们，另一路绕到岛侧防备松的滩涂，偷偷登岸，前后夹击。少爷，您怎么算得这么准？兵法常理，换了我是周显，可他显人多势众，也会这么打。我偏要让这2路一路扑空，一路全灭。官军主力从正面强攻，为的是吸引我们的火力，拖住我们。那我们就给他来个灯火移兵。老周，你把那些缴获的、修不好的破船都拖到正面码头航道里。船上扎满草人，披上衣甲，远远看去像是站满了守军，再遍插火把，点亮灯火，把整片航道照得灯火通明，让光军以为我们的主力全都严阵以待，守在这正面航道。妙啊！用空船和草人装成主力，让他们以为在这儿等着，不敢轻动。官军那一路被灯火移兵牵制在正面，而真正空虚、真正的肥肉是绕到岛侧，防备松懈的海商苏明远的船队。沈先生，官军主力在正面，咱们为何不打官军，反倒去打海商？问得好。其一，官军是正规水师，船坚甲厚，夜里硬碰我们占不到便宜。其二，海商的船是苏明凌远的私产，是这支联军的钱袋子，半壁江山。烧了海商的船，既重创了联军的实力，又断了苏明远这个金主的根本。他这出残出力的船一枚，还拿什么跟周显合兵？擒贼先擒王，打蛇打7寸。今夜我亲自带船队迂回过去，袭击海商主力。一群乌合之众，这会儿怕是睡得正香。传令，悄悄靠近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
怎么回事？他们居然没睡，早有防备。官军在正面吸引火力，我从侧面登岸。沈燕啊，沈燕，这一回看你腹背受敌，如何招架？他们以为这一路神不知鬼不觉。传令，准备葫芦、火箭，放火，烧了他们的船！火，着火了！哪儿来的伏兵？我的船，我苏家的船，怎么会有埋伏？阿虎，带浮船继续放火。阿朱，带人下水凿沉那些没烧着的。沈燕，我苏家的船，我苏家办事的基业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完了，周大人，我苏家的船队被沈燕一把火烧了大半啊！莫来将那一路被岛上灯火通明的守军唬住，不敢强攻，在航道外白白徘徊了一夜，竟是一船船的草人。我们中了沈燕的疑兵之计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一个用草人疑兵把数千官军唬在航道外，一个迂回奇袭，烧了海上大半的船。我数十艘战船，数千精兵夜袭一座小岛，竟被那沈燕玩弄于股掌之间，折损惨重。不装了，本千户跟他沈燕不玩这些虚的了。传令全军，明日天一亮，所有战船、所有兵马倾巢而出，正面强攻苍茫岛。本千户要用泰山压顶之势把这座岛连同那个沈燕彻底碾碎，踏为平地。少爷神机妙算，一夜之间唬退了官军，烧了海上大半的船。苏明远那金主这下元气大伤，痛快！海上的船10去6七，看那狗官还怎么蹦跶。高兴得太早了。烧了海上的船，断了周显一臂，可周显的官军主力还在。他连吃2次大亏，颜面扫地，已经被逼到了绝路。这种人恼羞成怒之下，一定会撕破脸，发起最猛的总攻。沈先生，外海的官军全动了，所有的战船都拔锚了，黑压压的朝咱们岛压过来了。少爷，周显这是把老本都压上了，所有的船全压过来了。他被逼到了绝路，这是困兽之斗。今天这一仗是生死之战，也是了结之战。阿虎、周老鬼，带浮船船队随我出海迎敌。老郑，棱角堡岸炮你来坐镇，封住航道，炮火支援。阿朱，你那一队弹民卫兵，按我先前说的，守好该守的地方。沈先生放心，该收的网，我一个都不会让他跑了。就是现在，全岛的人都去守海岸了，顾不上这儿。快砸开牢门，救林边修出来！只要救出他，陷了岛，投了官军，咱们就有从龙之功。快，是赵代部吗？快救我出去！官军总攻，正是我们翻身的时候。砸！怎么会有埋伏？你们怎么知道？赵主簿，你勾结余党，密谋劫狱的那一刻起，沈先生你把都看在眼里了。他故意按兵不动，就是要等你今天自己跳出来，人赃并获，一网打尽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我林文轩机关算尽，到头来竟是这般下场。周显的船排成一条长龙直冲过来，想的是仗着船多一头撞进来跟我们混战。混战，他船多人多，我们吃亏，所以我们不跟他混战。传令船队，所有浮船横过来，在他纵列的前方排成一字横队。妙啊！我们横过来，挡在他们这条长龙的龙头前面。我们横队上每一条船的整个侧舷炮都能对着他们的龙头猛轰，可他们排成纵队，只有最前头那1-2艘船的炮够得着我们。这叫以多打少。这就是丁字横队，我们的横压着他们的竖，我们全船队的炮火集中起来，挨个轰他们的龙头。他们的船再多，也只能一艘一艘送到我们的炮口前面来打。等他们的龙头进炮城，再等等。横队，侧翔齐射，放！下一艘
压低炮口，打跳弹，让炮弹擦着海面飞，专打他们的船舷吃水线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船怎么冲不上去？一艘艘全沉了！千户大人，中计了！他们横在前面，我们排成一条线，只能挨个上去送死啊！阿虎，带快船绕到侧翼，放火攻，行合围，把他们彻底包在里头。周显，你的船队已经全完了。官军的弟兄们听着，你们是被周显这个贪官骗来送死的。我要的只是周显这个勾结奸商、草菅人命的首恶，只诛首恶，降者不杀。本千户是堂堂朝廷命官，你们这群反贼，谁敢动我？反贼？你收受奸商贿赂，捏造谋逆罪名，兴不义之兵，劫掠良民，还要发卖难民为奴，拿下！不可能！本千户堂堂正无匹的海防千户，数千精兵，怎么会败在一群流放的人手里？完了，官军主力全军覆没，周显都被生擒了，应聘是死路一条，我苏家的船也烧得差不多了。罢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沈先生息怒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是那周显贪心不足，蛊惑胁迫我苏家出兵出船，我苏家也是被他连累的呀。我苏家愿献上钱财赔偿沈先生的一切损失。从今往后，我苏家再不敢与沈先生为敌。沈先生雄才大略，我苏家愿与苍茫岛化干戈为玉帛，通商往来，但凭沈先生处置。苏明远，你勾结贪官买凶劫岛，要发卖难民为奴的账，我都记着。今天饶你不死，是要留着你跟周显一起把你们勾结起来的这桩桩贱贱，在朝廷面前说个清楚。该当如此，该当如此。今天，我们以一座小岛几百号人，打败了10倍于我们的官军和海商。大家看看他们，周显堂堂正五品千户，手握数千精兵、数十战船；苏明远富可敌国的海商少主，饱读诗书、满口尊卑的士族编修。论权势，论财富，论出身，他们样样都在我们之上。可他们为什么败了？因为他们总想着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，想着把别人踩成泥卖为奴，来成全自己的富贵。这样的人看着风光，其实早已众叛亲离。而我们呢？我们这群被他们瞧不起的罪民邻、流民，彼此当成一家人，有饭一起吃，有难一起当，有敌人一起扛。所以，我们这几百颗拧成一股绳的心，才能拧成一道10倍的敌人都砸不破的铜墙铁壁。记住，总想骑在别人头上的人，终会被所有人掀翻，才是这座岛最坚固的防线。禀钦差大人，东海急报。何事惊慌？讲。剿一个流放罪囚的孤岛，这等小事何必急报？可是剿灭了？回大人，不但没剿灭，周大人首战折了2艘船，后又调集水师，勾结海商，合兵数10千艘战船，再攻苍茫岛，结果全军覆没。周显大人被那岛上的沈燕活捉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一个海防千户率数十战船、数千精兵去剿一座流放孤岛，竟然全军覆没，全歼官军，生擒千户。千真万确，大人，整个浙东都炸了锅了。一座孤岛，几个罪囚，何来如此实力？全面攻军，生擒朝廷命官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那个沈燕，到底是反贼还是？来人，备船！本钦差要亲自前往这个苍魔岛看一看，这座能全面攻军、生擒千户的孤岛，究竟那个沈燕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少爷，这位钦差是又来剿咱们的，还是？他若想剿，带的就是水师战船，不是这一艘仪仗官船。他亲自来，只带随从，说明他想先弄清楚这座岛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是个机会。
你就是沈燕。罪民沈燕，参见钦差大人。罪民？你打沉官军战船，生擒朝廷千户，还知道自己是罪民？大人明鉴，罪民被冤流放，被逼自卫，桩桩件件，罪民愿向大人如实禀明。周显、苏明远，罪民已为大人看押在此，听候发落。沈燕，你聚众割据、私造兵器、抗拒王师，这几条哪一条都是杀头的大罪。大人，罪民当初是大晋朝浙东定海卫的世袭百户，只因不肯依附上官，分人私利，便被诬陷通倭资敌，连同一卫的军户将户流放至此荒岛。这通倭的罪，本就是莫须有的冤案，罪民等何曾通倭？至于抗拒王师大人，这位周千户率兵来攻。周显，你出兵苍茫岛，可有朝廷的剿匪明诏？末将，他没有，他是收了海商苏明的巨额贿赂，为了侵吞这座岛上的盐田、钢方船坞，擅自调动水师，勾结海商，假借剿匪之名，行劫掠杀戮之实。他还要把世代在此安居的蛋民尽数发卖为奴。大人，这是剿匪，还是草菅人命、中饱私囊？大人，是周显贪心，逼我苏家出钱出兵的。那贿赂、那侵吞家产的主意，都是他周显出的呀！你，苏明远，你血口喷人！好一个周显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竟收受贿赂，煽动刀兵，残害良民！来人，将周显、苏明远严加看管，押回京城，听候朝廷发落。周显之罪，本钦差已查明，自会上奏严办。可是沈燕、周显有罪，不代表你就无过。本钦差登岛，一路看来，你这岛上确实井井有条，百姓安乐。可本钦差也听说了，军户、将户、流民、蛋民不分高下，同工同酬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不论出身。你甚至让戴罪民这等世代的贱籍当工头做教头，与良籍平起平坐。沈燕，蛋民为贱籍是千百年的祖制，罪求戴罪，不可翻身，是朝廷的法断。更何况你私造兵器火炮，私开海铺，聚众数百，纵然事出有因，这形同割据一方，朝廷岂能容你？大人，罪民斗胆，先不辩纲常，只跟大人算几笔账。大人，这是苍漠岛这几年的全部账目。大人请看，我这岛上产雪盐，品质远胜官盐，行销东南；产海产干货，产金刚钢器，产远海浮船，又开了海埠，与各路商船通商往来。单是这一项项的盐利、关税、货税，这座岛一年可向朝廷缴纳税银10万两。大人，罪民再问，一个寻常的流放之地，一年能给朝廷缴多少税？不但1两税银缴不上，朝廷还要年年拨粮拨饷，养着那些流放的罪囚。可苍魔岛不要朝廷1粒米1文钱，反倒一年能为国库添10万两白银。大人，算第二笔账，海防。大人来时可曾听闻这片海上有一伙叫洪崖的海匪？洪崖？浙东海防剿了多少年都未能浇灭的巨寇，这洪崖的主力，连同他全朝的海匪，已被我苍魔岛全歼。匪首洪崖至今还关在我岛上的囚牢里。大人，朝廷若要在这片海上养一支能浇灭洪崖的水师，造战船、备火炮、养精兵、发军饷，一年要耗费朝廷几10万两的军费。可我苍魔岛不要朝廷1两银子的军费，自己缴了洪崖，还能替朝廷世世代代守住这片东海的海防。大人您算算，一座岛既能一年缴税10万两，又能替朝廷免费守海防、剿海匪，省下几10万六军费，这样的一座岛，于国于民是利还是害？大人，还有第3笔账，是这岛上百姓的账。大人在内地州县可曾见过一个地方，数年之间无一人饿死，无一桩盗案，夜不闭户？大人一路登岛，可曾看见这岛上家家有饭吃，户户有屋住，工坊学堂里匠人在学艺，孩童在念书，岛民各凭本事，各得其所，人人安居乐业，无一人闲游，无一人动语。大人，
这路不拾遗，夜不闭宿，人人安居的景象，可正是历朝历代无数贤臣良相梦寐以求的治世啊！大人方才说罪民不分贵贱，能者上，庸者下，是坏了尊卑纲常，动摇了国本。那罪民斗胆，请教大人，朝廷立尊卑，定贵贱，设法度，本意是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为了天下安定，国库充盈，四海升平。对，正是为了国库充盈，海防稳固，百姓安居。那罪民斗胆，请教大人，朝廷立尊卑，定贵贱，设法度，本意是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为了天下安定，国库充盈，四海升平。对，正是为了国库充盈，海防稳固，百姓安居。可如今，我苍魔岛这一套不分贵贱，能者上，人人出力的法子，让国库一年多收10万两，让海防固若金康，还省下几十万军费，但让百姓这究竟是动摇了国本，还是把国本夯得更结实了？大人，规矩是死的，让国家好，让百姓好，才是活的，才是根本。若是死守蛋民，必得是贱籍，罪囚永不能翻身。这些老框框，反倒挡了国富的银子，挡了海防的顽固，挡了百姓的活路。那这框框守它又有何用？一套能让国家更强、百姓更富的新规矩，纵是动了几个人的旧特权，难道不该被朝廷认下来吗？沈燕，你这账上写的，嘴上说的，本钦差要亲眼去看。大人请，罪民陪大人走一走。蛋民的孩子，流放最囚的孩子，也能在这学堂里念书识字。这位贵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俺们这些流民、蛋民在别处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烂泥，是沈先生让俺们在这岛上头一次活得像个人。您看看这岛上，谁不是打心眼里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？谁不是愿意为这个家豁出命去守？不，沈先生，本钦差将一头追关30载，这样的一套治法，本钦差生平仅见。沈先生，你这座岛样样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功，可你私造兵器火炮，聚众聚岛这一节，纵是为了自卫，看来朝廷就是割据的大忌。本钦差如何信你沈燕不会拥兵自重，不会有反叛朝廷之心？大人，罪民若真有反叛朝廷心之心，今日我生擒了周显，打败了光军，大可挟大圣之威，何必把周显、苏明远恭恭敬交大人手上？又何必在打退官军之后，静静的等着大人您代表朝廷登岛查问？罪民私造兵器，是因为不得不拿起刀枪自卫。我们聚在这岛上的不是反贼，是一群被朝廷一时错判抛弃，却依然安分守己过日子的子民。罪民沈燕从无反心，我们盼的从来只有一样：朝廷能看清真相，辨明忠奸，还我们这些蒙冤之人一个公道。好一个还蒙冤之人一个公道！沈先生，你放心，本钦差代天巡后，定将你苍满岛的真相、周显的罪、苏明远的恶，还有你沈燕不差，如实这岛上军民奏天听，为你们请功请旨，讨还公道。少爷，钦差大人的奏报送上去这么多天了，朝廷到底会怎么裁？我们丹民的贱籍，流放者的罪名，朝廷真的会因为沈先生那几笔账就改了千百年的规矩吗？仗是实打实的，理是站得住的，人心是齐的，剩下的就看朝廷有没有这个亮这个革故宁心的魄力了。圣旨，京城的圣旨到了，快马加急，圣旨到了。陛下，东海苍冥岛有罪囚沈燕，聚众谋逆，私造兵器，抗拒王师，竟还生擒了我朝命官周显。此乃十恶不赦的反贼！臣恳请陛下即刻调集大军，踏平苍茫岛，将沈燕一党绳之以法，以儆效尤。孙爱卿，你口口声声说沈燕是反贼，可这是钦差刘清
代天巡后亲赴苍蒙岛查明的奏报，连同周显、苏明远的供词，朕倒要问问你，这奏报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周显不曾奉朕的明诏，却私自调动水师收受海商苏明远的巨额贿赂，假借剿匪行劫掠屠戮良民、侵吞家产之实，这是剿匪，还是你们结党营私、祸国殃民？陛下，周显之事，臣并不知情啊。不知情？周显供认，背后主使为他撑腰的，正是你孙坤。朕再告诉你，当年沈燕还是定海卫百户时，因不肯向你行贿，不肯同流合污，被你罗织通倭罪名流放孤岛的也是你，却垦荒、晒盐、炼钢船，剿灭巨寇洪崖，一年能为国库缴税10万两，替朕他治下的孤岛。你们这些忠臣，谁给朕做到过？传朕旨意，苍苗岛岛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东海苍魔岛一案，钦差查明。浙东海防千户周显明诏，收受贿赂，擅起战端，残害良民，罪大恶极，着即革职拿问，查抄家产，押解进京，一律严办。海商苏明远买凶劫岛，贿赂官员，一并查办。兵部侍郎孙坤结党营私，构陷忠良，擅权乱政，已革职查办，明正本刑。兵部侍郎孙坤当年定海卫百户沈燕通倭一案，纯系孙堪、周显之流，挟私构陷，此乃冤案，着即平反昭雪。沈燕及苍魔岛全体流放军户、将户、游民，当年流放实属冤屈。此后据岛自保，剿匪守土情有可原，功在即，赦免全岛众人一切罪名，尽数恢复良籍，准许自由。良籍，我们不再是罪囚了，少爷，我们洗清冤屈了。东海丹民世代以海为家，垦海守土，缴税预扣，皆为我大征子民，功不可没。旧制以丹民为贱籍，有违天道人伦，着即废除丹民贱籍。自今日起，与天下万民一般无二，入良籍再无贵贱之分。贱籍废了，我们丹民不再是贱民了。爹，您听见了吗？我们丹民不再是贱民了，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了。苍毛岛地处东海要冲，物产丰饶，商贸繁盛，实乃国之重代，着即正式设立苍毛镇，准与开埠通商，许民间自由贸易，所产盐、钢、海货皆可行销四海。准与开埠通商，许民间受屈而不堕其志，绝境之中，见岛亡民，剿匪守土，复国育民，世袭罔替，钦此。臣沈燕领旨谢恩，谢主隆恩。沈振虎，快请起。陛下有旨，望你好好经营这苍魔镇，让它成为我大晋朝东海之上一座真正的不夜重镇。沈燕定不负陛下重托，不负这一岛军民。少爷，不，镇抚大人，咱们熬出头了。老周，往后这苍茫镇的诸般事务，还要你这位大总管多操心。沈振虎，我们丹民能有今天，能堂堂正正做人，这份恩情，我们丹民永世不忘。阿朱，这不是恩情，这是你们用守岛的血、出海的汗自己挣来的。从今往后，这苍毛镇的海务、船务就托付给你们丹民了。沈振虎放心，这片海我们丹民替苍毛镇守得固若金汤。镇武大人，老夫这盐田往后定为苍毛镇晒出最好的雪盐，还有老夫的船务，定为苍茫镇造出最好的浮船，扬帆四海。老郑师傅，大人，老夫当初鬼迷心窍，泄露炮台，险些误了大事，老夫无言。你后来在炮台上戴罪立功，打退公军，出了大力。人谁没有过糊涂的时候？知错能改，就还是苍魔镇的好炮手。这炮队教头，你继续当。
谢镇普大人不弃，老夫这条命，往后就交给苍魔镇的炮台了。沈燕不，沈振虎，老夫拜的不冤。尊卑礼法，到头来竟输给了你这一套人人平等。林文轩，你输的不是输给我，你输给的是这一岛把彼此当成自己人，拧成一股绳的人心。你们这些人一辈子都想着都踩着别人往上爬，想着把人分成3、6、9等，自己好骑在上头作威作福。可你们忘了，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的人，最后只会被所有人踩在脚下。属于苍魔镇的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少爷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咱们刚飘到这岛上的时候，这儿还是一片连口淡水没有的死亡荒滩啊！记得，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流放到这儿就是死路一条，是人生的终点。